上节课呢，我给大家讲了什么叫直线的倾斜角、斜率以及求斜率的两个公式。那么这节课呢，为了更深刻的理解上节课所讲的内容，我们先做两道题啊。首先看这个例题2，已知点 A 和点 B 的坐标，点 P 是在线段 AB 上，让我们求这个代数式的取值范围。上节课呢，我们曾经求过斜率的取值范围。那么这个代数式它是有意义的，因为直线 AB 线段 AB 上它是有无数个点的，线段 AB 上的任意的一个点，它的纵坐标除以横坐标减3。这个代数式它表示的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把这个代数式变化一下，我把它变成 y 减0除以 x 减3。变成这个以后啊，同学们看它像不像 y1 减 y2 除以 x1 减 x2 的样子？所以它的几何意义就显示出来了。那么这样一个代数式，它表示的是线段 AB 上任意点 P。x 逗 y 与谁 y1 减 y2 x1 减 x2 x2 y2 与3逗0这样的点连线的斜率。原来这个代数式它就是表示斜率的，它是线段 AB 上的点和3逗0这个点所连直线的斜率。那么求代数式的取值范围就是求斜率的取值范围。只要我们知道它是求斜率的取值范围，那么又回归到例题1，跟它是一类的。点 A 的坐标是2逗3 1 2 1 2 3，这是点 A 的坐标2逗3。点 B 的坐标是-1逗2，这是 B， 它是-1逗2。AB 这个线段我们一连线段上的点和3逗0，3逗0在这儿，我们姑且把它叫做点 M。3逗0，线段上的点和点 M 连线，得到的这个代数式的取值范围，当然我要先连端点，然后再连端点。当我和点 A 相连的时候，我得到的这条直线，它的斜率我把它叫做 K1。那么这条直线它的倾斜角 x 轴绕着它和直线的交点逆时针旋转到和它重合，它叫阿尔法1，所以 K1 是等于弹性的阿尔法1的。由于呢倾斜角我不知道，但是呢这条直线上两个点我是知道的，这两个点的纵坐标的差3减0除以横坐标的差2减3，2减3是-1，所以它的斜率就是-3。当它和点 M 和线段的另一个端点 B 相连的时候，我们把这种时候这条直线的斜率叫 K2， 那么它的倾斜角永远都是以 x 轴从它逆时针旋转到和这条直线重合的时候所转过的角度，它的倾斜角是阿尔法2，所以它等于弹进的阿尔法2。倾斜角呢是多少我不知道，但是这条直线上我依然知道两个点，纵坐标的差2减0除以横坐标的差-1减3，这是-3，-1减3这是-4，所以呢-4/2就是-1/2，这是它的斜率。那么要想求斜率的取值范围，这是倾斜角，这是斜率，它等于弹进的阿尔法，我们一定要画正切曲线，这是2/π，这是派，倾斜角呢落在0和派之间，不包括180度，所以我只画这样的两段。很显然呢，
我的倾斜角都是钝角。当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它的斜率是-3，它所对应的倾斜角是阿尔法1。好，那么我把手放在这儿，为了在直线段 AB 上找点和点 M 连线得到的斜率就是这个代数式，所以我呢就是往左窜，在我往左窜的过程当中，我的倾斜角就变得越来越大，大到什么程度？向左窜的过程当中变得越来越大，大到阿尔法2这儿就打住了，大到阿尔法2这儿它就打住了。那么当倾斜角是阿尔法2的时候，它的斜率我们也知道它是-1/2，所以我的倾斜角在点 P 在线段 AB 上，线段 AB 上的点和点 M 连线得到的直线，那么它的倾斜角就落在阿尔法1和阿尔法2之间，每取一个值，斜率就落在这儿，斜率落在这儿。斜率的最大值是-1/2，最小值就是-3，也就是斜率是大于等于-3，小于等于-2/2。那么这个斜率的取值范围其实就是这个代数式的取值范围。所以有的时候呢，它让我们求斜率的取值范围，它不直接说而是呢给了这样的一个式子，那你要会看这样的式子，它的几何意义依然是斜率。是不是一定要给成这种样子呢？当然不是。现在呢，你看分子是一个字母，分母是这样的，它也可以给成长到y-1除以 x。它表示的是什么？我依然要把它画成y1减y2除以 x1减x2的样子，所以它表示的是线段 AB 上任意的那点 P x 逗 y 与谁呀？与0逗1连线的斜率。当然了，它也可以给 y+1除以 x 减2。那么我们依然要把它变成 y 减-1 x 减2，永远都是 y1减 y2 x1减 x2，注意连接号一定要减号，它就表示线段 AB 上的任意的那点 P x 逗 y 与谁呢？x2 y2 逗-1连线的斜率。当然也可以就是y比 x，y比 x 呢，它其实就是 y 减0除以 x 减0，它表示的是点 P 与坐标原点0逗0连线的斜率。所以当题型变化了的时候，你要学会究其本质，依然是求斜率的取值范围。好，我们再看一道题。下边的这道题呢，说的很明确，快速的读一下题，给了我 A、B 两个点，线段我们就知道了，有那样一条直线，总是和这个线段有公共点。我们想一下，第一节课我们讲的那道例题，是不是它们是一类的呀？但是略有不同。不同在哪里？大家可能发现了，我们给出来的这条直线呢，它不是一条确切的直线，在这个直线的方程当中是含有字母的。当 m 在群体实数范围内任意的取一个值的时候，我们就代表一条直线。我可以取无数个值，我代表无数条直线，所以呢，它是直线系的方程。m 加2倍的 x 减去 m 加1倍的 y 减 m 减1等于0，它代表无数条直线，它是直线系的方程。但是这个直线系的方程它有一个特点，所有的那些直线都过了一个定点。怎么找这个定点呢？我先把定点找到，然后呢我再解释。好，我把它变化一下，变成 mx 加 2x
减去 my 减 y 减 m 减1等于0。我把所有 m 的项整理到一块儿，跟 m 没有关系的给它们整理到一块儿，所以它是 m 倍的 x 减 y 减1加上 2x 减 y 减1等于0。m 取不同的值代表不同的直线为了让 m 取不同的值对我丝毫没有影响，所以呢，我就让 x 减 y 减1等于0，m 乘以0，那它就是0，m 取什么值都无所谓，0加它等于0，也就是 2x 减 y 减1等于0。解这个2元一次方程组，这是方程1，这是方程2，我用方程2减去方程1，得 x 等于0。把 x 等于0随便带到哪一个式子当中x 等于0 y 移过去，y 就等于-1，所以所有的这些条直线一定都过0到-1这个点，是吗？我们要验证一下我把 x 等于0 y 等于-1带到方程当中看一看左右两边是不是相等的。m 呢对我有没有影响？好，把0带进来，任何一个实数乘以0，它就是0。把 y 等于-1带进来-1和这个符号约掉，就变成加 m 加1，再把减 m 减1落下来。你看左边正负 m 约掉了，正负1约掉了，就等于0，也就是这对有序实数对这个点的坐标就是满足这个方程的，而且和 m 取值没有任何关系。这就说明无论 m 取什么值，所有的这些直线都横过了0到-1这个点。好，接下来我们就画图，就跟之前的是一样的了。建立直角坐标系，点 A 的坐标是-1到0，点 B 呢是2到1，这是1，这是2，这是1。点 B 的坐标是2到1，线段 AB 我一连有这样一条直线 L 经过0到-1，这是0到-1，我们把它叫做点 P 0到-1。经过0到-1这个点所做的直线总是和线段有公共点，那我就要搭边儿把它连上，搭边儿把它连上。当它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它的倾斜角叫阿尔法1，它的斜率是 k1 等于弹进的阿尔法1。阿尔法1我虽然不知道，但是这条直线上两个点我是知道的，纵坐标之差1减-1 1加1除以横坐标之差2减0，所以它就是1。那当它处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它的倾斜角叫阿尔法2，斜率叫 k2，它等于弹进的阿尔法2。虽然阿尔法2我们不知道，但是呢，这条直线上两个点我们知道，纵坐标之差0减-1 0加1除以横坐标之差-1减0就是-1，所以它的斜率就是-1。那么依然是画倾斜角和直线斜率的这个曲线，这是2/派，这是派，第一段曲线，第二段曲线。我们把手放在这儿当直线落在这儿的时候，跟 AB 线段有一个公共点 B 的时候，它的斜率的值是1，倾斜角就是4/派。要想和 AB 线段有公共点，向左窜，向左窜，窜到 Y 轴这儿，倾斜角是90度了，交在这种地方，向90度靠近倾斜角可以等于90度，但是斜率的值却无限的大下去，也就是 k 是大于等于1的。
那么越过90度，我开始变成钝角，钝到阿尔法2这儿打住啊。越过90度，它开始是钝角，钝到阿尔法2这儿就打住。这个时候它的斜率是-1的。那么在2/π和阿尔法2之间取值，我们看到它斜率的值都是落在-1的下方。当角逼近90度的时候，我的这条曲线就无限的和 x 等于-2/π靠近，所以我的斜率就无限的小下去，k 是小于等于-1的，要么大于等于1，要么小于等于-1。好，这就是这道题。让我求的是倾斜角的取值范围。什么时候等于-1呢？显然是3/3π嘛，互补的两个角，中边是关于 y 轴对称的，它们的正切值是一对互为相反数。4/π的正切值是有象线段 AT， 4/3π的正切值是朝下的有象线段 AT， 它是相反数。所以要让我求倾斜角的取值范围，倾斜角啊，它是落在4/π和4/3π之间，属于4/π到4/3π，是落在它俩之间的。好，这是这样一道题。接下来呢，我们再往下看啊，给大家留几个作业。大家迅速的记一下。这是作业的第一题。这个是作业的第二题。这个呢是作业的第3题。作业做完了，如果需要答案，需要知道对错，可以呢找老师索要答案。好，3道作业记完了以后，我们接着往下给大家讲一个小问题啊。下边的这个问题呢是3点共线的一种题型。那大家知道点共线就意味着每2个点做一条线，每2个点做一条线。由于3个点是共线的，那么每2个点所做的支线它是重合的，也就是任意的2个点所表达的直线的斜率是相等的，因为它是同一条直线。所以3点共线我们就转化成直线 AB 和直线 AC 的斜率相等，当然呢都是指斜率存在的时候。如果不存在呢，那就是3个点都在垂直于 x 轴的那条线上。好，现在呢这个例题是给了我们点 A、点 B 和点 C， 其中它特意强调了 A 乘 B 不等于0，就意味着 A 和 B 都是不等于0的。那么这是点 A 坐标3逗3，这是点 B 坐标 A 逗0，这是点 C 坐标0逗 B。A 乘以 B 不等于0， A 和 B 各自是不等于0，这样的3个点共线，我们呢就可以转化成，我可以用点 A 和点 B 表示一下这条直线的斜率。纵坐标之差3减0除以横坐标之差3减 A。我也可以用点 A 和点 C 表达一下这条直线的斜率。KAC 它就等于纵坐标之差3减 B 除以横坐标之差3减0。由于3个点是共线的，那么 AB 这条直线和 AC 这条直线是同一条直线，显然斜率是相等的。于是我就得到3减 A 分之3，它是等于3分之3减 B。
交叉相乘，删减 a 乘以删减 b 等于9。现在呢，这道题让我求的是 a 分之一加上 b 分之一啊，让我求它的值。那我怎么办呢？我就根据刚才得到的这个式子，我把它展开整理分配率9减删 b 减去删 a， 然后加上 ab 等于9，右边就变成0，移过去，删 a 加上删 b 就等于 ab， 把它俩移到右边，然后等于 ab。每一项都除以 ab， 所以它变成 b 分之3加上 a 分之3是等于1的。而我要求的呢是 a 分之1加上 b 分之1，所以左右两边再同时除以3，那么它就等于1/3这个呢就是点共线转化成线的斜率是相等的。好，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下一个知识点，直线的方向向量。什么叫做直线的方向向量呢？它的定义就是与直线平行的那个向量就叫做直线的方向向量。比如说这是一条直线 L， 谁是它的方向向量呢？这是一点 A， 坐标是 x1y1， 这是一点 B， 坐标是 x2y2。与直线平行的这个向量，我们就把它叫做直线的方向向量。所以 AB 向量就叫做直线的方向向量。AB 向量它的坐标是终点坐标减起点坐标 x2 减 x1然后逗 y2 减 y1， 这是它向量的横坐标，向量的纵坐标。那么我们知道一条直线上如果已经知道两个点，这两个点它的纵坐标的差除以横坐标的差，就是这条直线的斜率。所以呢，当我们知道了直线的方向向量的时候，我们发现斜率的这个分子恰好是这个方向向量的纵坐标，而我求斜率的这个分母恰好是这条直线的方向向量的横坐标。如果我们令一条直线它的方向向量如果叫做微向量，它的坐标是西兜对的话，那么我要求这条直线的斜率就是它的方向向量的纵坐标跟横坐标的比值它就是这么来的。所以呢，什么叫做直线的方向向量？和直线平行的那个向量就叫做直线的方向向量。好，下面我们看一个题，已知直线 L 它的一个方向向量 P 向量给了我它的坐标，让我求直线 L 的倾斜角。倾斜角我们用谁的来表示我们知道斜率它等于倾斜角的正切值，当然倾斜角不能等于90度显而易见它不是90度。那么斜率还等于什么呢？方向向量的纵坐标和横坐标的比值，纵坐标是 cos3/派，横坐标是 sin3/派。cos 60度等于 sin 30度等于1/2， sin 60度是2/3，然后一有理化，它就是3/3。
弹进的谁的等于3/3根号3，谁的角还一定是落在0到180度之间的，它是倾斜角嘛，所以谁的角是个锐角，它的正切值是个正数。弹进的30度等于3/3根号3，所以谁的角是30度，也就是6分之派。好，这个呢就是直线的方向向量以及方向向量的应用。我们最后再看一个小知识点，就是直线的法向量。什么叫做直线的法向量呢？就是和直线垂直的向量，我们就叫做直线的法向量。这个呢，我们了解一下就可以了。将来做题的时候呢，我们再给大家讲法向量的应用。好，有关直线的基本知识就这么多。下节课我要给大家讲直线的方程，它的求法，直线方程的4种形式。